我想跟大家闲聊一下 Glass。其实 Glass 的话，其实我是已经尝到这个甜头了啊。那么我对 Glass 的话，包括空头的一些理解啊，其实会更深入一些啊。我走过这个流程，然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，很多朋友问我啊，这个能不能在国内挂啊，国外挂啊？反正能挂就挂啊。我不知道国内你的运营商能不能支持啊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挂的啊。你不停的话就试试嘛，你手机上也可以试试，手机上开放热点也可以试试。说实话，它跑不了多少流量的，我还没怎么监测过啊。另外一点就是 IP 的问题，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，这个 IP 能不能用这种国内有些那个云服务器现在打折嘛，一年可能100多几十块70、80都有啊，甚至学生的话还有折扣，能不能挂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基本上不能挂。为什么呢？它的目的，说实话，其实我现在也还明白这空投的意义在什么呢？就空投的话，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，然后呢，给你一个保底金额，哪怕你挂了，积分很少很少，你只要参与了啊，给你几百个也 OK，参与就有奖啊，没有谢谢惠顾。但是呢，你可能说，你或者说做推广了，拉了下线了，那么你可能会对这个社区做了贡献了，OK，那给你多一些，但多也不会多得很离谱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也知道这个 Glass 这种东西呢，这种空投嘛，他把项目做成之后，他其实为了日活量，你明白吧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均分啊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在交易当中，比如说 Glass 互相交易当中会产生这个 gas fee 啊，也就是网络费。他其实就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使用这个货币。你看比特币，说实话，比特币跟 Glass 有什么区别呢？就在于知道比特币的人要远远大于 Glass。如果说 Glass 的名声比比特币还大，参与的人比比特币还大的话，那 Glass 的潜力是不可小觑的。那所以说空头的意义就是说，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啊，这个。但是呢，你也别投钱啊。如果说投钱啊，这种就感觉有点危险了。还有的话，绑定钱包是吧？绑定钱包呢，我觉得你最好用一个幽灵钱包啊，或者它官方推荐钱包。如果 Solana 的话，幽灵钱包还是挺好用的。其实幽灵钱包其实我也想吐槽很多地方啊，但是呢，用用就算了吧，反正这个无所谓啊。关键还有个问题就是，有些朋友会问，到时候我领取的时候是不是要付笔网络费啊？没错，你是要付网络费，而且我也看了那个一些交易所推荐的，就是你至少要0.1个 Solana 啊。之前我做视频说你要转个$10嘛，$10你换个 Solana 嘛，做交易费是没有错的啊。因为那个时候 Solana 价格也就100多嘛，现在200多了，那你现在要搞个$20，是不是啊？你$20才能获得一个0.1个 Solana，那么你做网络交易费，其实0.1个交易费是用不完的，你足够你用的。其实交易费是很便宜的，Solana 交易费啊，这不多的，你不用那个太操心这东西。而且呢，有些朋友呢老是操心这个事情啊，就是 Solana 这个怎么来啊，这东西。等你真的领取代币那一天啊，你这个事情肯定能解决的。再不行，你去给别人点钱嘛，让别人给你点 Solana 嘛，是不是啊？那比如说市场价卖$20的，你给他$30嘛，总能解决的嘛。就刚才我去看了个视频，就跟老外在中国拍这个视频，别人不让他拍，他第3年的时候学会了，给那个不让他拍的人发根烟这种东西都可以解决的问题嘛，都小意思，这种事情都能很好解决。好，再说挂机吧挂机现在是第2期它其实空投的话，一般来说有4轮了，好几轮了才第1轮第1轮那些没有领取的人，他这个货币呢，代币呢是会放到第2轮继续投放有些人真的没有领取，那你这个给这个社区做贡献了没没办法那么第2轮的话，你也就参与呗，只要参与就有奖这个我说了嘛，空投的意义，其实我也在研究。就是这个环节，其实他希望人人都参与进来你看嘛，这个发行货币的是央行，是不是央行让货币去流通，那流通环节里面呢，产生贸易的话，交易行为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抽税其实这种逻辑其实也这种逻辑，就是你在互相转账交易的过程中，其实他也在收这个网络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Solana 这个链还是不错的，因为虽然说以太坊还是在这个智能合约上有垄断地位但是 Solana 是真的是
这个网络费是比较便宜的。当然呢，这个 Solana 可能未来涨上去之后怎么办呢？这个网络费上升怎么办呢？我也问了 AI 了，AI 说 Solana 迟早有解决办法的啊。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反正现在呢，我们也不要想着这个未来怎么办，怎么办。就好像有些人啊，老是想着这种未来的事情，你先走一步看一步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反正总而言之，你就低成本的去运行这个事情就行了。反正第二期还是可以参与的啊，Glass 还没有倒闭啊，还能参与。